你绝对没想到这个女人有多豪横，不仅在镜头前威胁搭档生命安全，甚至还把营地里的火弄熄灭，最后连节目组都看不下去，出来制止她的恶行。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还得从1周前讲起。节目组这次安排选手去澳大利亚草原，这里的地形相当恶劣，昼夜温差非常大，时常能看到风暴袭击这里，想在这里生存21天并不容易。这个女人叫宝儿姐，曾在空军服役4年，参加过不少荒野求生训练。她对自己相当自信，就是这天空有乌云，担心会下雨。她的搭档胖虎是一名探险向导，带人去过很多危险的地方，但都没有这次挑战刺激。为了能熬到最后，他每天都要吃9顿，足足胖了20多斤。现在他们要脱光衣服到目的地汇合，第一次以这种方式见面，多少有点尴尬，他们也只能在那先尬聊一会。简单交流过后，检查各自带来的装备。根据地图显示，附近有2个水源，那里的树木足够他们搭建庇护所和生活。眼看这天快要下雨的样子，两人得抓紧时间过去。地面比想象中还要烫脚，赤脚走在上面，感觉都能闻到焦味。前面有附带鼠骸骨，到时看看能不能制造成工具。花了不少时间，终于看到水源，沿着小溪寻找合适的地方搭建庇护所。为了避免被山洪淹没，他们选择较高的地方，刚好这还有石墙，非常适合。虽然已经将火生了好，但是那雨比想象中来的还要快，火堆根本没法维持住。两人勉强弄了一个挡雨的地方，气温下降的非常多，两人只能靠着一起取暖，但是还是冷得瑟瑟发抖。宝儿姐还是第一次过这么狼狈，浑身淤青，脚上还有伤口，实在太惨了。胖虎也没有好到哪里去，只能多晒点太阳，让身体暖和点。他想将庇护所重新弄小一点，这样会更暖和。宝儿姐也想帮忙搭建快一点，但是胖哥想独自一人干活，这多少让宝儿姐有点生气。两人一直忙碌到下雨，才意识到药还没有把火生好，现在也只能躲进庇护所，希望这雨能早点停下来了。这对男女实在太惨了，庇护所还没弄好就碰到暴雨，也没有火堆取暖，冷得他们瑟瑟发抖。胖虎长这么大，第一次哭得那么难受，现在真想回家找妈妈。一直到深夜，雨都没有停的意思，他们也只能抱紧在一起，稍微感觉暖和点。好不容易才熬到天亮，外面的水位已经上升了不少。胖虎现在情绪有点低落，只能通过运动让身体暖和点。想要继续待在这里，必须得把火升起来，周围都很潮湿，生火难度直接拉满。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些干燥的柴火，胖虎现在要集中精力生火。宝儿姐看着着急，一直在旁边给建议，可把胖虎烦得不行，实在没忍住，让宝儿姐赶紧闭嘴。她希望工作的时候能集中精神。虽然最后火生好了，但是宝儿姐一点都高兴不起来，她更希望是团队一起努力弄好，不是像现在这样。胖虎的道歉，宝儿姐也没有接受。睡觉时她感觉那脚疼得不行，根本没办法入睡。宝儿姐没想到这挑战会这么难，这才第4天，身体和精神都被折磨得不行。后面几天，胖虎在水里找到点小龙虾吃，为了填饱肚子，就连虫子都没有放过。双方的关系并不融洽，宝儿姐可不想多聊，胖虎很无奈，只能静静看着。没有足够的食物和睡眠，宝儿姐的身体非常需要，一不小心就摔倒在地，可把她疼得不行。最让她生气的是，回到营地时，胖虎就躺在那里，一点空间都没留给她。宝儿姐这暴脾气可忍不了，直接口吐芬芳，把胖虎全家问候了一遍。胖虎觉得他肯定是疯了，现在只想赶紧逃离这里，带上自己的装备到其他地方待着。宝儿姐更加接受不了，直接用水把火弄熄灭，甚至连木炭都不放过，扔到水里面。胖虎很无奈，只能退到一边。宝儿姐的行为，节目组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只能强制让她下线。宝儿姐觉得自己没有错，都是胖虎害的。临走前还不忘检查火堆，确保没有一点火留下来。胖虎看着宝儿姐被带走，感慨万分，不知道他能否坚持到最后呢？这个男人刚经历完营地被毁，送搭档离开，幸好还有一些炭火没有惨遭毒手，重新将火点燃起来。为了庆祝宝儿姐退出挑战，胖虎将他留下来的手杖当柴火一样放到火里面燃烧。虽然接下来要独自度过14天，但是他还是觉得挺高兴的。夜里还是会有暴风雨过来，现在他只想让这来的更加猛烈一些。胖虎已经这里待了10天，自从宝儿姐离开后，现在的生活才是他想要的。利用树枝和石块制造成一个简单的陷阱，希望这能够带来惊喜。最让他高兴的是附近有个兔子洞，看样子还非常新鲜。立刻回到营地，用植物编织成套索，然后回到洞口布置了个简单的陷阱。接下来几天除了检查陷阱外，胖虎做的最多的事就是找蚂蚁吃，吃起来酸酸甜甜的。
只能算是解解馋了。虽然也在营地附近看到蛇，但是他并不想冒险，实在太可惜了。就这样让蛇溜走了。袋鼠每天都会过来喝水，可把它给馋哭，抓是抓不到了，只能多喝点水。幸好水里没有什么危险的生物，胖虎能够泡在水里降温。他已经在这待了17天，胖虎的陷阱至今都没触发过，要不是肚子上还有点脂肪，早就是想退出挑战了。原本做好一直挨饿到结束的打算，没想到兔子洞的陷阱成功了，这可把他高兴坏。这么大一只，足够他让坚持到离开，实在太激动了。胖虎没忍住哭了出来，立刻回去将兔子处理干净，放到锅上进行烹饪。太久没有闻到肉香了，他感觉的身体又活了过来。眼看撤离的时间越来越近，胖虎用剥下来的兔毛制造成鞋子保护脚，不知不觉终于来到撤离那天。谁能想到饿了这么多天，胖虎天一亮就跑向撤离点呢？这体力实在有够强的，哪怕面对陡峭山坡，他也没放慢速度。刚登上高处，就看到节目组的车过来了，不知道大家对他的表现感觉如何呢？